卖了些果子，换了些铜钱。等一下，我们去吃茶听戏，走吧。哎，这符，看看这符啊！哎，这符若发生昨天的事啊，保证能受黑龙的庇护，毫发无损。来，哎，都有啊！哎，都有。这符真的能驱妖吗？那当然，姑娘也想来一幅。妖怪我不怕。一个姑娘家竟有如此胆量，居然不怕妖怪。他是被打翻在地，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这英雄一个耀马翻身将那老虎骑在胯下，他是挥了3拳2脚。姑娘，你怎么又跟着我？我不买符。贫道只想问问姑娘这扇子的来历。捡的。卖给贫道如何？不卖。这扇子是我捡的第一个物件，我要留着做个念想。哎，留它有用，何必要强行留它呢？我说不卖就不卖。哎，姑娘，你看，哎，你，姑娘，为何在贫道画符之时偷走了贫道的扇子？谁偷你的扇子了？还给我！就是你！哼，刚才贫道在门外画符，你上来凑热闹，趁我不备就偷走了贫道的扇子。这扇子是我捡来的。哎，你，大家看一下啊！来，姑娘，既然你嘴硬，我们何不找一中间人做个见证，看看这扇子到底是谁的？扇子本就是我的，何须旁人评判？如若这扇子真是姑娘的，那你知道这上面画的是什么？又是何人题的字？是，有道理。我之前并未仔细看过。你当然不知道，哪怕你知道了，你也不知道这扇子的来历。这可是我祖师爷传下来的，传到我这里已经好几代了。嘿，此扇画的是仙山昆仑图，此扇乃仙家法器，玉清昆仑扇。玉清昆仑扇，玉清昆仑扇。嘿嘿，姑娘还有何话可说？来，这位公子看看贫道说的可有假？的确是一把宝扇啊！道长所言极是啊！是啊，贫道只想寻回祖师爷的宝物，并非想与姑娘纠缠。你还是快走吧。这扇子并非你的东西。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难道我能颠倒黑白，冤枉你不成？这明明是我在俊极山捡过来的。俊极山不是早就没人去的荒山了吗？是啊，姑娘说话真是越来越离谱。你将扇子还给我！还你？哼，我没送你去见官，就已经便宜你了。道长这话怕是说反了吧？你又是何人？此扇是我一位故友的，并非什么祖师爷的宝物，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位姑娘所说的话。胡说八道！我就问道长一句话，这扇你可会用？这既是宝扇，怎能随便用？哦，道长这就害怕了吗？你们是一伙的。此扇是个呼风唤雨的法器。怎么，道长没有别的话可说了吗？我那位朋友可是眼睛里揉不得一粒沙子的人，若是让他知道他的法器被一个破道长据为己有，怕是会把你丢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，再也看不到这凡间景象了。贫道不识泰山，不识泰山，贫道不识泰山。姑娘，请收好此扇，勿要在人前招摇。
慈善确实是个法器，可能会引来不少祸事。真的吗？方才看到姑娘，像是看到了我那位故人。可惜他是个男人，你是个女人。我看起来竟像个男人吗？神似而已。姑娘，告辞了。当初我就是在这儿捡到你。捡到你的时候，你奄奄一息，抱你回去你都没醒，以为自己捡了条死蛇呢。我在此处养伤，原本睡3日也就痊愈了，没想到被你抱走，涂了腐肉草，至今伤口都没长好。不过跟你说这些，你也听不懂。这里你想走便走吧。不过你要是真的走了，连陪我说话的人都没有了。小翠鸟，小翠鸟，你受伤啦？你跟我之前走失的那只很像，你不介意的话，就跟我回家吧。这只鸟很可怜，我先带它回去了。对你而言，我跟这只翠鸟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一个未出阁的姑娘，却与天族太子同床共枕了3个月。我若是不娶你，怕也没人再敢碰你了。竟带着黑蛇进城，这可是中荣国最忌讳的东西了。哎，又是你，姑娘，还记得我呀？上次就是你抢我扇子，我自然记得你。上次你让我颜面丢尽，我就是在梦里面也能恨得醒过来。幸好今天又让我见到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怎么着？你干什么？我让大家看一看，你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！大家快来看一看，这妖女又来了。妖女？那日，她伙同另一个妖女，抢走了我祖师爷的宝物。我为了城中百姓，一直未曾离开，就是想有朝一日揭开这妖女的真实面目，还大家一个真相。这姑娘可真倒霉啊，算是被你给盯上了啊！前几天你抢她扇子不说，还被路见不平的美人儿教训了一番，怎么着？失心疯了？又来闹腾了？是啊，别怪老道不告诉你们这篮子里边是什么东西，这里边可是最邪之物——黑蛇。黑蛇，妖怪呀！怎么着？怕了吧？
知道是，上次就骗了我。你说是黑蛇，你以为我们会信啊？对呀。你若不信，我就揭开这个破布，让你看看。它只是一只小蛇，不会害人的。姑娘，听你这意思，篮子里真的有黑蛇啊？不错，但它并不是什么邪物。真有邪物啊！不要！嘿嘿，我祖师爷的捆妖绳今天终于用上了。真的有黑蛇！真有啊！欺人太甚！殿下息怒，你看看篮子里是什么？是龙。他带黑蛇进去。是神龙啊！神龙，这神龙啊！真的是神龙！神龙！不可能！不可能！你不是黑蛇吗？这世间也只有你把我当作蛇来看。可你变这么大，我以后怎么养你啊？如今现出真身，必会被天宫知晓。你且耐心等我几日。姑娘，这黑龙救过我与孙儿的命，婆婆没有什么好报答的。姑娘可否来家中吃顿便饭？不必了，婆婆，你的救命恩人是他，不是我。姑娘，方才是我们冤枉了你。对啊！姑娘，你一定要留下来啊！留下来，让我们弥补一下啊！不必了，太晚回去，天色就该暗了。哎，姑娘，你可不能如此就走了呀！是啊，姑娘，你这样走，我们会很愧疚的。姑娘，你留下吧，姑娘，你留下吧，姑娘，别走啊！你方才说，是我大哥杀了二哥的生母。不错，此话是我亲耳听离镜所说，不会有错。大皇子当初失踪，难道公主就没有怀疑过？没有，我从未怀疑过我二哥。公主倘若不信，可与我去异界极寒之域，一看便知真相。没有二哥的兵符，谁都不可能接近那里的。不错，所以要公主殿下先偷出兵符，我们才有可能救出大皇子。偷？殿下，大皇子的性命就在你手中，偷又何妨？
养了你这么久，都不知道你是一条小黑龙。既然是一条龙，你就去你该去的地方吧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呀，你说你得罪谁不好，非要得罪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说了，像你这种人，好好承办承办。这人，害我，障眼法。行。你这运步我看了，坏事不少干啊。阳寿嘛，哟，阳寿就到今年。我大老远跑了一趟，得给你写点什么才好呢？本来还想着快要到冬天了，给你挖一个蛇洞，让你好过冬。谁知道黑龙飞天了，我也就不用操这个心了。走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啊！好多血！完了！这些草药是给翠鸟还有小黑蛇用的，也不知道人能不能用。你不要动！你刚刚流了好多血，你没事吧？姑娘不必担心，只是小伤而已。你还小伤？你一直都在流血，你在这待一下，我药马上就弄好了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我还没帮你清理伤口呢，等我一下。你方便自己脱衣服吗？不必劳烦姑娘。好了，我帮你吧。我帮你擦一下，有点疼，你忍着点儿。
能吗？我去帮你换一盆水吧。莫非我做的太过分了？他怎么哭成这样？我去给你请个大夫好吗？我还是帮你去找个大夫吧。这些药只能用来医小动物。我看你这伤口这么深，我怕你的伤好了。伤竟全好了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刚刚……素闻东荒俊极山有奇草，是疗伤圣药。莫非姑娘给我用的就是这奇草？我草药是随便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奇草。那，你可还有内伤？姑娘说的对，内伤很重。为何会伤得如此重？是有仇家寻仇吗？路遇妖怪，就缠斗了一番。妖怪？这里有妖怪吗？姑娘不知这山上有很多妖怪。我在此住了数月，从未见过什么妖怪。那妖……你这么难受，还是别说话了，先躺下吧。也好，多谢姑娘。我去帮你弄点吃的。好。我在山下用一筐枇杷，只换了很少的米，也没什么菜。辛苦姑娘了。来。好。看你这样子，还是我喂你吃吧。不敢劳烦姑娘。没事儿，反正我平时也经常照看一些受伤的飞禽走兽，不麻烦的。姑娘果然心善。这山上只有我一个人在居住，镇子又远，与其说是收留他们，不如说是让他们陪我。否则只有我一个人，实在是太孤单了。我看你伤得这么重，不如你先留在这休养吧。反正我换的米应该够你吃上几日。多谢姑娘。你的呢？我今天煮的粥好像不够多，你要是没吃饱的话，我再去帮你找些果子来吧。姑娘，姑娘是在下的救命恩人，可否告诉我你的名字？我没有名字。没有名字？我既无名字，也无家人，就自己一个人住在这山上，也没有朋友。既然如此，我送你一个可好？你送我？
姑娘穿得如此素雅，素素两字，与你很配。素素，素素，好，那我就叫素素。谢谢你送我名字，我去帮你找果子吃。姑娘，不想知道我的名字吗？哦，我倒是忘记问了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夜华。夜华是哪2个字啊？哎，你能写给我看吗？我知道了。这一海情茫茫，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，都是假象。怎么了？哎，我是不是碰到你的伤口了？无妨。那就好，快走。出什么事了？我就是想烧点东西给你吃。你烧点东西会有如此浓烟？一向都是这样的呀。我来这里之前，你是如何生活的？因为我吃东西并不挑剔，饿了就找些果子吃，万一能猎到一些小兽的话，就把它们烤熟了吃。幸好你还知道要烤熟，不能吃生肉。我不能吃生肉的，一吃就会肚子疼。但是我以前养过一条小黑蛇，它就很喜欢吃生肉，每天都要吃好多，很是难养。很难养吗？你没养过蛇吧？自然不知道养蛇的艰辛。我那条小黑蛇十分的娇气，它每天都要跟我一起睡，而且我为了怕它冷，还帮它要来一床棉被呢。素素，你可知道蛇不需要睡床，也不需要盖棉被的？真的吗？真的。那可能是我那条蛇与众不同吧，所以后来
它真的变成一条大黑龙了。大概有茅草屋那么大，然后飞走了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好了，不与你说那负心蛇了。屋子里应该还有一些果子你可以吃的，我去帮你采一些草药回来。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受了这么重的伤，还走了这么远的路，你没事吗？我没事，我见你迟迟不归，我就来寻你了。我是迷路了。迷路了？我上次进来这林子，足足走了7、8日才走出去。7、8日？能迷路迷成这样，也算是本事了。我知道你想笑话我，没关系，你不用忍着，你笑吧。我对不聪明的人，一向是很宽容的。你本就受了伤，又走了这么远的路，怕是没力气再走回去了吧？本来呢，我只想给你采点草药就回去的，结果自己反倒是迷了路。我这种人，看来只适合养养小动物。难怪我那只小黑龙，它走了以后，都没再回来看过我。它应该是很嫌弃我吧？你很想它？或许它是不得不离开的。龙是上古神族，出现在凡间，大多是为了降妖伏魔。也因为它是神族，并不能长久留在凡间，否则会影响凡人的命数，惹出麻烦。是吗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上次我的小黑龙飞走的时候，城中的百姓好像确实说，他降服了赤焰金泥兽。对，金泥兽。你怎么知道？看来咱们今夜怕是要在此处住上一晚了。你弄个火堆，我给你讲讲。好，你等我。你继续说吧。累不累？不累。你讲的故事呢，是没有茶楼的人讲的动听，但是至少没有人说过。这赤焰金泥兽在10年前来到了东荒俊极山，便令此山下的中荣国10年大旱，1000年焦土，举国子民颠沛流离。真的这么厉害吗？到了第10个年头上，这金泥兽越发猖狂，竟看上了国君的妻，并将她掳回了洞中。然后呢？染指了。
你看你这个人，我都还没不好意思，你怎么就脸红了？那你就继续说吧，把故事说完。然后这金泥兽就被你养的那条小黑龙给降服了。然后呢？然后，那黑龙虽然打败了金泥兽，却也受了点小伤。然后，就遇到了你。这是最后一点米了。耶华，说吧。是这样的，你看我自己住在这山上，没有问题，养一些小动物还可以，但养活你一个大活人，真的有点困难。这些米是我用摘了半个月的果子换来的，没几日就吃干净了。现在家里真的没有粮食了。没有存粮的确是个问题。如今已是深秋，过冬会是个难题。不是过冬的问题。那是什么？我看你身上的伤也好的差不多了，是不是也该离开了？你要我离开？我不是赶你走的意思，只是我虽然救了你，但我养活不了你。你救了我，我自然应该留下来报答你。不用报答，我救你的时候也没想着你要怎么报答我。你想不想与我做不做是两回事。我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，不管你收还是不收，这个恩我是必须要报的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缺。你可以慢慢的想。你若真的要报答我，不如以身相许。因为我在这山上生活，什么都不缺，就是没有人陪伴，太寂寞了。所以，你若真的要报恩，不如就以身相许，来给我做个伴。当然，若你不答应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毕竟我只是救你回来，也没做什么，算不得多大的恩。好。好。我答应你。以身相许。
我本以为你会考虑个2、3日，你这么快答应，什么都没准备呢？准备什么？你既答应以身相许，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对着东荒大泽拜个天地，发个誓言，结为夫妻，不能相弃？虽然我没有父母，但若连这一步都省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你要成亲？我想成亲。我从未与人拜过天地。我也是。那我们一切从简吧，形式并不重要。一切从简。那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买东西。买东西？这屋里除了你那大红喜被之外，我们还得添些其他的物件。那不是喜被。娘娘心中明明装的是太子殿下，却为何亲自请旨做天妃？况且，这天君年事已高，早已无力恩宠后宫。在那么多的天妃里，娘娘你是最年轻的一个，却也是最无权的一个。你看看，昨日才下的旨，今日便要仓促搬过去了。除了这一身喜服，这宫里还哪有什么喜庆的感觉？你不懂。如何不懂？奴婢自小就是伺候娘娘的。天君无力恩宠后宫，才是我想要的。娘娘，你好端端的一个人，难道嫁过去就要独守空房吗？这不正好？娘娘，娘娘，你有什么话，能不能告诉奴婢呀？新奴虽地位低，可是却一辈子都心向着你。你心里的话，不能说与我听，还能说与谁呢？你连个父母兄弟都没有。看一看，都需要什么？光天化日的，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婿。走吧。失心疯了啊！看那个人，新鲜的水果。疯了吧？来，这是。哎，我说，哎，你们知道那个道士为什么疯吗？为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这道士他有老婆啊。早年走散了，前几日忽然回来了，而且还带了一个孩子。他刚带孩子去认过祖宗。哎呦，这个时候啊，这孩子的亲生父亲过来了，找到了这个老道士，一顿棒揍，把孩子带走了，还把他这辈子攒下来的银票、禁书都给偷走了。这下那可真是失心疯了。哎呦，不过几日没见，唱得比戏里还精彩。怎么，你认识那道士？是个恶人。得罪过你？他曾为难过我2次，看起来已经是遭了报应了，就不必再提了。你
还有什么要买的吗？你还需要添置什么吗？你已经把你唯一的玉佩都卖了，只换了这么点东西，难道还要把你这把铁剑也卖了吗？小二，聚水。好嘞。我让你跟我成亲，又不是让你给我添置什么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夜华，我只有那间草屋，你就跟我成亲了？你真的不是骗婚的吗？让我以身相许的人可是你，后悔了？放心吧，我不嫌弃你。不过你就这么跟我成亲了，你怎么跟家里人交代啊？还是他们也不在了？日后的事，日后再说吧。看看吧。来点这个。好。还有这个。好嘞。姑娘，拿好。阿姨。这衣服这么好看，只穿一日，岂不白白浪费了？你若是喜欢，穿上一整年也无人管你。夜华，若你跟我相处时间长了，发现我们性子不合适该怎么办？我们现在这样，会不会太仓促了？你也没带我见过你的父母，如果你的父母知道你在外面擅自娶妻了，可会不高兴呢？还有，我忘记问你，你是否有婚约在身？在镇上，我看到像你这般年纪的男子，都已经娶妻生子了。你是否有婚约？素素，我家中的情况很复杂，实在一言难尽。不过你只要记住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的妻。我既娶了你，就不会负你。好，我信你。这个要你夫君亲自签开的。我不知道说什么。我说什么，你就跟着我说什么。嗯。我觉得有点心慌。没事儿，不就是拜天地吗？好了。来吧。我夜华，在这东荒大泽，行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自今日起，与素素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，倾心相待。
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素素，今日在这东荒大泽，请四海八荒诸神见证，与夜华结为夫妻，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，永不相弃。我们既已成了亲，有些话我便要说在前面。你说，我们既已对东荒大泽立了誓，是生生世世要成为夫妻的，你便生生世世不能对不起我。我这个人一向爱恨分明，眼里容不得沙子。你若负了我，你便如何？你若负了我，那些誓言便不算数了。我会弃了你，永不相见。我若负了你，你便弃我，那岂不是正好成全了我吗？我并未与你玩笑。素素，闭上眼睛。我绝不负你。数着年月，只为花开。素素，夜华，快走！素素，你又做了什么？我想做烧鸡给你吃。不是说好由我来做吗？一直都是你做饭给我，我不好意思。啊，我们的喜服！哎，别去了，火烧得这么厉害，喜服早就要不得了。那是我们新婚的喜服，一辈子就这一次。若你喜欢，日日星火我都随你。夜华，你好会说情话。
房子烧了，今天晚上我们住哪儿啊？你想住哪儿？我就想住这儿。哎，夜华，你不用担心我，我不害怕这个火的。我连小黑龙现身都见过，真的没关系的，你别担心我，夜华。你。火呢？你是什么人啊？你不会是妖怪吧？难怪我初次见你，就觉得你与众不同。你身上受了那么重的伤，还能这么快好起来。月华，你不会就是那个祸害百姓，让国王抹了脖子的金泥兽吧？素素，你为何认为我是妖？怎么？你怕了我？夜华，不管你是什么妖怪，我既和你拜了天地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夜华，若你真的是那个金泥兽，那你一定与我饲养的那条小黑龙有过一番恶斗。那黑龙如果知道你重伤没死，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他对这里最熟悉了。不行，我们赶快走，快走！素素，若我真是妖，你还愿跟着我？夜华，从今以后你都不要说这样的话。我既发了誓言，与你生生世世倾心相待，无论祸福永不相弃，就不会管你是什么了。连死都不怕吗？死有何惧？我就是这样的性子啊。虽然当初我让你以身相许，是想让你留下来陪我，但是我们经过数月的相处，已经是夫妻了。所以，既然是夫妻，就不会管你是人还是妖怪，我都会跟你在一起的。哪怕你做的那些坏事让你去用命偿，我也随你去偿命啊。最坏不就这样了吗？再说一次。在这天上地下，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处，只要你不负我，我便永远不会弃你。夜华，我们还是快逃跑吧。不必逃，我并不是什么妖。你不是妖怪？素素，我只是个凡人。啊？我只是想要修道成仙的凡人，学了一些皮毛的法术。哦，怎么？失望了？不是，我刚刚已经想了至少有100种逃亡的办法了。
怎么你们修道的人还能娶妻啊？里面有许多伤兵，不方便女人进去。你先留在外面等我。嗯。二皇子，二皇子，二皇子。这些兵虽然隶属于长海，恐怕更信服你吧。我自从昆仑虚归来，这数万年都在长海替伯父带兵，他们自然更信服我一点。伯父膝下无子，这也是为什么他不肯轻易与鲛人族决裂的原因。毕竟天族天高皇帝远，天族兵将走了，留下长海鲛人族与他，最后受报复的还是长海水军。若要战，便要赶尽杀绝，不留后患。留下我这条腿。你是要腿啊，还是要命啊？像我这种人，腿没了，命也就没了。我拿什么去谋生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条腿伤的实在是太重了。军医，我真是……哦，二皇子，这批伤员情况如何？这情况不太好。你可想回家？做梦都想回家。如果给你一个能够结束这场数万年战争的机会，你可愿意？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各位，蝶峰今日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否助我一助？二皇子，我们这些人都是伤兵，跟着二皇子拼命还可以，可是我们这些人如何左右得了大局啊？这大帐内一共40几人，如何帮你啊？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，毕竟长海水军不想与鲛人族开战，你们是怕不成事，反获罪。二皇子，我们不怕死，怕是怕大战祸及我们的父母妻儿。是啊，鲛人凶悍，有仇必报。如今咱们小战不断，受伤的还是咱们这些参军的人。若是真的大战了，赢了还好，输了，水军最多一纸降书罢了，咱们底下的人可就惨了。是，我们又不是没有跟鲛人打过，都是输多赢少啊。是啊，二皇子，对呀，我有苦衷。蝶峰怎么会不顾长海众生的死活？这位便是天族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来这里，就是为了表明天族与鲛人族一战的决心。天公终于看到长海了。殿下，求天公出兵，将鲛人赶出长海。我家113口人全部死在鲛人族手里，此仇不共戴天。求天族出兵，将鲛人赶出长海。本军今日在此立下誓言，必将鲛人赶出长海，还你们万年太平。谢太下殿下。怎么了？刚刚撞到伤兵，看见血，突然觉得有点不舒服，可能是昨天喝酒。小公子是个比较文气的人，想必不适应军营这种地方。来，喝碗水吧。不必麻烦了。不喝也罢，这种地方的水也未见得干净。那不如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有没有干净的军帐？找个军医先给他看一下。我这就去找个干净的军帐。
有话直说。启禀公子，这位小公子的脉象像是喜脉。什么？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先下去吧，此事不可宣扬。请公子放心。夜华，他说的可是真的吗？素素，你不能留在这里了，我必须立刻送你回去。为什么要送我走？长海即将有一场大战，你有了身孕，我不能让你留在这里。你也是一个凡人啊，为什么你要留下？最后一次。真的吗？千真万确。好，我便再信你一次。你想去哪儿？我这才刚有身孕，你便不让我走动了吗？如此，便算是有身孕了吗？怎么都没见你开心呢？你一听到有了孩子，就一直板着脸。有吗？刚才到现在都没见你笑过。我是开心的不知怎么笑了。恭喜这位公子，你要做爹了。也恭喜你，要做娘了。